房市保命符，建商逾期交屋还要跟你凹，法院怎么判？决定你拿不拿得回违约金。先说结论，为了避免遇到皮皮的建商跟代销，我会建议你把所有建商给的资料你都要留好，那广告单也要留，直到交屋签约的那一天，然后确认都没问题了，那才没事这样。嗨，我是买房阿元，订阅买房阿元，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我们上一支影片聊了央行终于松绑了，如果你还没看过的话可以看一下。那今天我来跟你讨论建商逾期交屋还要凹，这是我们来讲一个夸张的新闻哦，标题我念一下：预售屋拖超过2年才交屋，法院判建商要赔750万给住户那内容是这样，就是高雄楠梓某大楼建案它爆发了延迟交屋纠纷。哪个建案你就不要问我了我不会讲的，而且太多了，你脆上随便一搜你就想要交屋纠纷什么一大堆，真是一大堆。反正就是住户集体告建商，然后告建商的原因是建商逾期2年多才取得实照，就是晚2年多才交屋这样这打乱了非常多人的人生计划。然后你看我框起来的地方，这很夸张我都不知道为什么建商可以这么的赶，我是建商我不敢这样照顾一下 podcast 的听众，我简单讲一下，就是建商各种凹说会这样是因为遇到疫情停工这个给你过吧刮台风下大雨，里长要求礼拜天不得施工，安诺，最后建商算一算这个案子总共延误了825天没有错，但是其中的573天都属于不可归责的原因，所以我不用赔你违约金，屌吧不用赔你延迟这种东西还没完他说他们盖完的房屋坪数居然比之前合约中写的还要再大，有这么好的事然后他要住户再补钱这不是送的，他要再补钱一样照算一坪多少钱这样。哇，这真的是很赶我只能说很赶还有这样的就是让人家头洗下去以后你能不能刮他这样子还有这样的那当然结果就是判建商败诉判赔750万要去给全体的住户这样。所以你要知道法院是很讲求证据力的，这个例子真的是蛮奇葩的居然会有这么赶这么状况外的建商，很夸张那我们也刚好借由这个案子来讨论一下法院一般是怎么判的。好，就像我刚才讲的，法院是很讲求证据力的你要法院认定所谓的不可抗力，必须要符合3个条件：不可预见、不可避免、不可克服，3个要全部成立而且口说无凭，你要拿出具体的证据。例如我们刚刚是不是提到建商那边讲说因为下雨会因为疫情不能施工你看我划线的地方，法官调查后就驳回这个说法，因为疫情期间政府没有叫工地停工没有建商也无法举证说哪些施工项目的哪几天是因为下雨才要停工的。然后刚才不是说里长不给假日施工吗？法院也很猛，直接传唤里长来里长家中坐，他想说妈又惹什么事情，妈我要到法院去就是法院传唤里长来里长说我只是建议啦就是这样，没有要求建商不能施工，所以建商的各种说法最后都被驳回了。最后你要知道遇到建商逾期交屋你应该怎么办那最后我们来讲一下，如果你不幸遇到了这个问题你应该怎么办。我先来真的遇到了，第一优先找律师找律师。我这支影片无足轻重，真的你不要拿这支影片去跟建商挥说阿元这样子讲我什么东西我建议你先去找律师，因为这些都是个案。如果你在高雄的话，那你就去找我推荐给你的律师嘛，高雄律师嘛资讯栏都有。我只是跟你分享说大概的状况会是什么，然后你在遇到的时候你至少心里有个印象，你不要脑袋一片空白然后建商要求强势一点你就签了就这样。那一般常见的2个争议，第一个逾期天数怎么算这个建商很容易会来跟你凹我们可以依法请求每日5/1000的延迟利息。房子钱那么大，他又要赔那么多人那个建商抽了一单，他的做法就是说先用一些话术让你签下延期同意书，或用 LINE 的对话取得你的同意。那如果你同意变更交屋期限，那你就拿不到违约金了。再来是延迟交屋3个月以上超过3个月以上你可以要求解约，并且跟对方拿最高 15% 的违约金，这是你的权利这是你的权利。但是一般很少会这么做因为你的预售是前几年在慢慢付钱的，慢慢付的，所以建商会赔给你的是以前几年的价格，然后你当初就是有需要你才去买的，所以他把钱赔给你，然后你自己去外面还要重新找一个房子，这也很奇怪。所以通常大家就是看怎么样
我还是要那个房子哦，你要处理给我这样哦。当然，如果你觉得他都敢延期了，我怎么能继续相信他？这个渣男哦，你要解约还是可以解。我的建议是，如果你买了预售，你平时能做什么？这边要补充一下，有些建商哦会故意找事情跟你解约，因为他卖给你的时候一坪35万哦，现在台积电来高雄了以后一坪可以摸到50，均价50，他要你解约哦，他要你解，这形式就是像我刚刚讲的立马没给嘛哦，那我们大家就在熬哦，就在告，就是这样。我的建议就是，如果你买了预售，你平时能做什么？就是好好的保存每一次的缴款凭证，一点都不难。你就是怎样？你就是去书局买一个学生时期的那个 A4 的资料夹，然后你就买就对了。然后有什么新的单据，你就往里面放，放久就是一大本哦。那你之后要上法庭没关系，你把那本带去，你要跟律师咨询哦，你把那本带去，什么都解了哦。一定要做这件事情。我现在看很多人都是怎样，就缴完管理费啊，缴什么？单据都顺手一放，水电费也是一样，就顺手一放，不然就是放在桌上哦，然后来垫个便当或者什么，然后就漏掉。像我每一间房子，我都有用一个资料夹把它整理起来哦，所以日后遇到银行啊，遇到什么啊，我就是直接抽出那一本房子的什么资料都在里面，水电单、房屋税、地价税缴款单，什么都在里面了哦，权状什么的都在里面了。我个人认为这个方式比较方便，所以我也建议你要养成这种习惯，你不要每次然后到时候律师跟你要什么单，我不知道，我要找找看，全部都给他放在同一个地方，每一间房子你就放一本哦，就这样。好，那银行转账记录啊，建商发的工程进度通知啊，还有你跟建商所有书面的往来啊，通通都要把它留存起来。然后最重要的宣传DM，这居然有效，我也是蛮意外。因为我们台湾已经很习惯所谓的图文不符嘛，那个商品照那个蛋糕这个看起来多么的可口动人，买来我靠这什么东西，我们已经很习惯这个东西了。可是我告诉你，建商的 DM 是有用的哦，有用在哪里？我跟你讲，因为建商要凸显自己的建案，所以他通常是一个自己的建案，对不对？然后还发光，然后旁边两边都没有房子，来显示其实旁边两边都是老公寓都盖满了，就是这样很丑。不是说你可以要求拿着这个图去要求建商把旁边公寓拆掉，不是，而是说比方说它上面它当初就有印千坪公园然后你交屋的时候，那个公园小不拉几的，根本不到500坪，好告就这样，这都有发生过如果你真的发现建商逾期，第一步就是先寄存证信函催告也要记得保存好寄发记录。如果有多户一起受害那就是走集体诉讼集体行动效果更好，然后律师费大家一起谈一谈嘛，因为系统性证据更能说服法院。只是你买一间预售要防那么多事情，是真的会很心累。就是我们买新房子图的是什么？图的就是一个一劳永逸。我再说一次，买新房子图的就是一劳永逸，什么中古屋的鸟蛋事情通通都没有了，通通不烦了我就在这边好好的成家，我就在这边好好的立业，把孩子都养大，这样最好了。结果你看现在新建案，除了一些超越豪宅线的建商在这方面几乎零负评以外，哇，这真是攻防战，有够心累。我都买新房子了，我还要去忙这些东西我还是喜欢中古，中古很单纯啊，反正我就烂。你去看它预设它有问题，我才去看的嘛。我想办法找出它的问题，我来杀价嘛，就是这样所以我们当初长怎样就怎样，反而资讯的落差还不会那么不对等。我现在买新房子真的跟开盲盒差不多，实在是觉得有点夸张。讲来我们整理一下，今天我们讲的建商延迟交屋并且推卸责任的夸张案例。那我们先分析了法院怎么看待所谓的不可抗力，你写公上面不可抗力，来一条条讲，我们一条条查这样，并且提醒了实务上可能面临的各种状况跟对策。结论就是你遇到这种情形，一定是要保存证据，必要的时候要透过律师来协助捍卫自己的权利，因为法院只会相信证据，而不是片面之词。另外我也提醒你了，预售风险很高，越来越高，越夸张这样。买房还是要多注意细节，才能够保护好自己人生中买过最贵的东西。你买一个东西买 iPhone 手机，你可能刷卡分期，顶多分什么6期、12期。你买一个东西分期要分30年，什么东西啊？房子房子就是这种东西。这你人生中买过最贵的，你要说商品也行啊。所以你真的是要明哲保身，保全自己就对了，就这样。最后我想问你，你认为为什么大家那么喜欢去买预售屋啊？到底是为什么A 最容易上车， B 想住新房子， C 代销太漂亮了。对讲八卦之前先打个岔长期看我的朋友都知道，高雄、置产、
要找谁？找台湾房屋美术之星店林店长。小老鼠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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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小老鼠5个 go， 免费的哦。那每隔几天你都可以看到一些有增值潜力的房子被抛出来。那跟我说好友已经加到超过7000人了，真夸张。那想自产台北市、新北市的朋友，就加台北101肖店长的 LINE， 小老鼠 buy 台北，小老鼠买台北这样。那让肖店来帮助你成为天龙人。跟我说已经超过2000人加入了，赶快加，越早加入越早挑案件。买了双北，你想要装潢，你就找汉一室内装修啊。装潢找谁？不是找，就是怕被当盘子敲嘛。我就推荐汉一陈老板，反正问不用钱。小老鼠汉一HANYI 汉一，你想要只做一间厕所的翻新，这都可以哦。反正你先问，拍照传过去，去丈量讨论之后再说。汉一很有实力的，资讯栏里都有连结。那你看全台房市冷淡中，高雄的重大建设却一个都没有停。那你不趁现在挑房子，你是要等重大建设落成以后，你去抢贵的，你才高兴是吗？加入买房阿元的 YouTube 频道会员，我把高雄自产增值的宝藏都埋在那里了。如果你是苹果手机，你记得你要用网页来加，你不要用那个内建的 App 来加，不然会被多收苹果税。反正我就一直研究一直拍，那能拉抬房价的高雄市蛋黄区重大建设，那有阿元看房系列，就直接带你去看会增值的房子是长什么样子。现在加入就能获得帮你整理的高雄重大建设都不用猜我自己也有买高雄，所以你放心，你看到的真的就是我自己正在身体力行的功课。现在就加入买房阿元的 YouTube 频道会员，马上加，马上开始抄作业。最后提醒你，不要炒房，不要炒房，不要炒房。你买在重大建设旁边配合政府的公益出租人的政策，做个好房东，守住房子，自然老了有房也有钱。我刚看 YouTube 的后台有 74% 的观众朋友都在看而已，没有按订阅就这样还有55000订阅，那就麻烦你帮我按订阅，应该不久后就10万了。10万有什么好处这样我就会比较爽对，按了吗？按了好感谢你的订阅，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讲八卦讲八卦，我们今天讲了建商延迟交屋瞎闹的案例就是说各种不可抗力这延迟交屋800多天，不可抗力500多天你还真敢偏偏他的名字叫做建商2个字，我靠，这建商2个字现在是社会公敌，你知道？我都在想说是不是检察官法官跨一码没送，所以就这样。建商延迟交屋会想办法赖皮。提前交屋有没有听过？我之前才拍个影片，好夸张啊！提前交屋更加恐怖，你知道吗？提前交屋刚刚卡车给你弄过来。我们一般买房子买，预售就是这样嘛。那可能说3年后、4年后盖好，那等于你这2成3成的头期款，你就是这样分2年3年慢慢把它缴掉。所以你买房的压力是轻的。对比中古屋，你要买 OK， 下礼拜签完约，下个礼拜最多2个礼拜，你钱就要汇到旅保账，汇多少？汇2成走够的话会2成，如果你是2屋的话会5成1000万房子要500万要打过去呢是这样呢。所以中古屋是立刻要花大钱，预售屋的话你有新房子可以让你慢慢花小钱去凑成大钱然后时间到了以后呢，我们再做银行对保对保完以后把贷款贷下来，然后美美的平平顺顺的交屋是这个流程。结果我今天讨论的这个叫逾期交屋800多天，对不对？所以你可以想象是一群说我厝当时要好紧的一群人在催建商，然后还有一个建商直接霸凌这些已购户的，就是提前交屋，这多恐怖你知道吗？而且他提前交屋给他提在2025年，贷款没有那么顺利的2025年年初也就是2024年的余韵那个时候现代风波安诺，他给他提前交屋在2025年，多恐怖！他提早多早？提早4年啊！看老师。我当初买预售就是为了要这样子把那个阿寿比拉大嘛，我用2年3年去付那个头期，你提早4年交，你现在是要我怎么办？人的肾有2个，真的需要2个吗？我靠！你要突然要人家吐出那个钱，怎么弄？提早4年交是我目前看到最扯的，越想越好笑，什么情况会提早4年交屋？哎，好，所以还是中古好嘛，大概就是长这样。然后房子的现况你也看到了然后买卖过程有代书
然后有房仲啊，当然中古屋的买卖的纠纷也不少，但是我要表达的事情是，资讯不对称的情况已经被大为减少了，真的是大为减少了。预售开盲盒，大家会被吸引预售会吸引就是所谓的家具配置图墨线图以外就是家具配置，它就是画彩色的然后是告诉你沙发在这边，然后哪边的嘛，然后你看哇好棒，然后还是会有墨线图的底，就是柱子涂黑色的部分。好，但是家具配置图你看不到一个东西叫做梁你看不到没有哪个建商会搬石头砸自己的脚把梁画出来。我发现我看主卧上面的梁那要多低啊，然后又发现主卧上面没有梁太好了，可是怎么有一只像管子一样的厕所的通风管然后再连厨房的排烟管一起从主卧头上那边走过去。我要是把床头调个位置就变成说我开门马上看到头，哇，这个到底是我为了要藏那个管子，我是不是又要木做天花板把它包起来一包是不是原本没梁好好的，然后突然他妈又有梁了所以问题一大堆，就是这样。预售屋交屋真的是会傻眼的状况就是预售屋无眼到笑出来。我的观众跟我讲，他拍给我看，我想说哇靠，建商怎么那么敢，这样子也敢交屋？当初画的景观，当初画的工作阳台，然后交屋给你不好意思空屋我们台湾跟中国不太一样，就是对岸交屋毛坯交屋，我们台湾只有豪宅才在那边毛坯交屋中国就是毛坯交屋，所以他们一定要请装修。那我们一般的交屋就是什么叫天地壁窗灯没有了，灯就是电线垂下来，帮你随便绑个灯泡告诉你说这有灯还可以开这样，然后地砖也好不然就 SPC 嘛油漆什么也都好了，然后厕所也都好了，这样子是交给你的。对，完全看不出当初的家具配置图上面的那种对生活美好的想象。你看到只会觉得说傻小，哇靠，这个房子小成这样我要怎么摆只会发生这种情况而已。我再说一个我最近在脆上看到的，就是说当初在建商的广告上，他画说厨房那边厨房还是房间有一个大的窗户，不是落地窗，就是开窗开得很大。我们现在大概中古屋20年的也有啦就是窗户大概开到你的膝盖这边但是这底下那一块是不能开窗的，只有上面可以滑动，就这样嘛两片，然后下面一片横的比较窄，很常见嘛。然后看起来不错，采光很好。结果我交屋现场就剩下一个小小窗户，很像公寓的窗户。当然已购户就炸锅啦，然后联合一起告，就是这样。不是你建商你怎么那么敢就怎么还有这种事情？这个已经明显图文不符，你这个也是给它盖下去，然后也是叫代销给它卖出去。我不晓得呢，我想到我会怕呢。如果要我做这种事情，做这种决策说没关系，我们就来骗，我不知道呢，我下不了手呢。你去看脆人讨论超级夸张，然后最后是用赔偿的方式，建商也没办法再帮你什么好那我把这整面墙砸掉重盖，然后重盖出一个大窗还你，没办法，就用赔钱的方式。那这个钱赔了你也只能拿嘛，可是你就心情不美丽嘛。我当初就是看这个落地大窗，我要早晨起来享受日光，现在变成一个我都住大楼了，好像以前旧家公寓，真的是不说了。我跟你讲，你可以去脆你直接打交屋纠纷、新成屋漏水，一大堆，非常夸张，非常凶猛。生猛又好看，看到说哇靠，这个建商真的是很敢，难怪人人想做建商，怎么可以那么凶？来，你认识律师朋友吗？没有的话，你马上就要有了。我在高雄好不容易才认识的超强律师朋友介绍给你，听好婚前财产分配、婚后财产分别、买卖房屋纠纷、买到漏水屋、买到凶宅、预售屋广告骗人、前屋主不肯搬走、中介隐瞒事实、担心合约有陷阱、楼上漏水不修、遗产分配不公、赠与小孩房子、担心房子被诈骗、借名登记不肯还、遇到装潢蟑螂、验屋验到想告人、室内装潢纠纷、法拍屋纠纷、车祸赔偿纠纷、家人遇到诈骗、土地被霸占、遗嘱相关问题、对付二邻居、对付二房东、对付二租客。刚念的有中一个你就加了马上就问。赖的 ID 是小老鼠 low help， 小老鼠 LAWHELP 加就对了，不要拖，法律事情越拖只会越难处理。祝你顺利。